你肯定在无数科普视频里见过这样的图形，它们用来讲解时空的弯曲。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几乎所有人对它的理解可能都是错的，真的。为了讲解它呢，我决定还是像黑洞那期视频一样，带着大家从零开始推导，然后模拟和生成这样一个时空嵌入图。等你看完，你将是极少数理解这张图的人之一，并且你也将真正理解什么是时空的弯曲。在我们画这张图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一个贯穿整个广义相对论核心的工具，叫做张量。其实我们很早就学习了它，只是你还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我们在高中时呢，就接触过两种数学对象，标量和矢量。标量就是一个单纯的数，比如说温度20度，质量5000克。而矢量不只有大小，还有方向，比如说速度。你不仅要说速度是10米每秒，还要说速度是朝哪个方向的。但在物理学中还存在第三种更高级的对象，张量。说它高级，其实它是标量和矢量的统一推广。标量是一个数，我们称之为零阶张量；向量是一组数，我们称之为一阶张量；而矩阵就是由那个行和列组成的表格，在物理学中叫做二阶张量。再往上还有3阶、4阶等等，维度越高，可能我们就越难可视化了。不过在计算中，为了统一和简洁地书写这些分量，数学家们使用了一种叫做指标表示法的记法。一阶张量可以写成 VI， 二阶张量可以写成 FIJ， 3阶可以写成 TIJK 等等。用指标表示法有很多优势，比如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它是几阶张量，并且我们还可以直接指出某个张量分量的具体数值。比如说 F12 指的就是在这个张量的第一行和第二列位置上的那个分量的值。好，现在呢，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张量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才是这期视频的真正主角，叫做度规。你学广义相对论，离开度规寸步难行。它的地位就相当于牛顿理论中的力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度规是空间的测量尺，它告诉你在一片空间里如何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这里呢，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在平面上有2个石头，网格每一格是1米。用勾股定理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算出它的距离是5米，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整个网格被缩放了2倍，也就是每个格子不再是1米，而是 0.5 米，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用格子数去计算的话，你会发现2个石头之间的距离是10，但是它的真实距离明明是5才对啊。那要如何修正呢？这里我们需要把网格的缩放因子乘进去就可以了。在这个例子中就是乘以1/2，这个1/2就是网格的缩放因子，也就是最简单形式的度规。它的作用就是把坐标距离换算成真正的物理距离。现实中 x 方向和 y 方向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缩放因子，比如 x 方向缩放了2倍， y 方向没有改变，此时我们就有2个不同的度规分量，1/2和1，把它写成通用形式就是这个表达式。其中 Δs 就是2个物体之间的距离， Gxs 和 Gyy 分别是 x 和 y 方向的缩放因子。现在呢，如果网格不是正交的，而是倾斜的，情况会更有意思。在倾斜的坐标系中， x 方向和 y 方向不再独立，两者之间会产生相互的混合。这时写出距离公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然后把系数显示的写出来。你可以看到，除了原来的伸缩向外，还多出了 Δx、Δy 和 Δy、Δx 2个交叉项。这说明当网格倾斜时2个方向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我们把系数替换成通用变量，就可以得到度规的线源方程。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物理场景中， Gxy 和 Gyx 它们2个是一样的，也就是对称的。这意味着这4个度规分量实际上只有3个是独立的。不过在我们真实的世界中弯曲的空间网格既不是均匀缩放的，也不是简单倾斜的，而是任意扭曲的，每个位置的弯曲程度可能都不一样。在这样的空间里再去量直线长度、画三角形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在弯曲的空间里，2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已经不是直线，而是随着空间弯曲而弯曲。那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把视野缩到无穷小。当我们把观测尺度缩得足够小时，在这个极小的范围内，空间看起来就尽是平坦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小范围内使用局部度规，求出一小段微小的距离 ds， 用微分写出来就是这个表达式。注意这里面的度规分量都是未知函数，它们会随位置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位置空间扭矩程度不同，度规自然也不同。
那么两点之间的总距离如何求呢？把路径上每一小段微小的 ds 全部加起来，也就是对 ds 进行一个积分，就可以算出来了。用一个直观的比喻啊，想象你在起伏的山地上徒步，你每走一小步就是一段 ds， 每一步的长度取决于你脚下地形的坡度，这就是局部度轨在起作用。把所有步子加起来，就是你走过的总路程。不管地形如何起伏，只要有了度轨，你就永远能够量出这条路径的真实长度。好，现在我们把上面推导出来的所有东西提炼成一个更清晰的形式。如果把 dx 和 dy 看作是你在 x 和 y 方向上的步长的话，那么 gxx、gyy 描述的就是这两个方向空间被伸缩的程度。那么 gxy 和 gyx 呢，描述的就是两个方向之间的相互剪切和扭曲的程度。为了更好的理解呢，我们还可以把线缘方程写成矩阵乘法的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为二次形。中间那个矩阵就是度轨张量，记作 gμ，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推广到三维空间，那么 gμ 就变成了一个3×3的矩阵。这个度轨张量它就能够完整的描述三维空间的几何结构。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度轨还是比较抽象，那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事情，直接写出不同的度轨，看看它们对应什么样的空间。最简单的情况就是 gxx 和 gyy 都是1，那么其余分量是0，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熟悉的二维平直空间。当然我们还可以得到三维平直空间。如果我在度轨里加一个 x 和 y 的交叉项，系数为伽马的话，就是一个剪切的空间。调整伽马的大小，空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剪切变形。当然我们还可以让 x 和 y 方向的伸缩因子随坐标指数增长，形成指数膨胀空间。你会发现越往 x 和 y 方向走，空间膨胀的越快。另外我们还可以让整个空间的缩放因子以三角函数的方式震荡起伏，形成量子泡沫空间。这个空间就会呈现出随机颠簸的泡沫状，这也正是物理学家们想象中的普朗克尺度下的时空的样子。最后一个请仔细看，它可以让空间在某个轴线附近产生局部膨胀，膨胀程度随距轴线的半径指数衰减。这个形状你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人们称之为引力柱。在这个度轨里啊，出现了 x 平方加 y 平方，这不就是半径的 r 的平方吗？所以对于这类具有球对称性的系统啊，科学家们通常使用半径 r、极角西塔和方位角 φ 来描述空间，这样显得会更加自然，也就是使用球坐标系统。通过坐标变换，我们就可以把直角坐标系度轨转换为球坐标度轨。变换后，三维平直空间的度轨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式子看起来呢，比直角坐标系的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它们都描述的是完全相同的平直空间。坐标系换了，度轨的表达式也跟着变了，但空间的几何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我们换了一把尺子，量的却是同一片天地。最后呢，我想带大家看一眼度轨这个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19世纪初，数学家高斯就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洞见，他说曲面的几何性质不需要依赖任何外部空间来定义，这意味着你不需要站在外面俯瞰一个球体才能知道它是弯曲的。事实上，弯曲空间自带内在属性，即便你永远生活在曲面上，只需要通过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就能感知它的曲率，这就是度轨最早的雏形。而真正将这一思想推广到极致的呢，是黎曼。1854年，他在大学就职演讲中就将高斯曲面的理论推广到任意维度。他提出，空间中两点之间的微小距离完全可以由一组名为 gμ 的系数所构建的二次形来表达。这个想法彻底解放了人类对空间的想象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间不再必须是平直或者三维的，你只需要写下一个度轨 gμ， 你就定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50年之后，爱因斯坦正是握着这把钥匙推开了广义相对论的大门。好，现在呢，有了度轨这个工具，我们终于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1908年明可夫斯基做了一件颠覆性的事儿，就是他把只描述三维平直空间的度轨加入了时间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史诗级的神来之笔，因为我们原本认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是完全独立且不相关的，而这个度轨却把它们合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四维时空。用二次形写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注意这里的这个负1，它是时间项度轨的分量，它是一个负值。正是这个负号的符号差异，让时间和空间在四维时空里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关于这个负号背后的深意，我们会出一期视频专门来讲解。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球对称的天体，所以我们用球坐标表达会更自然一些。换成球坐标之后，这个敏氏时空的度规张量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描述的是一个周围没有任何质量和完全平直的时空。而爱因斯坦的问题则更进一步，他说，如果当空间中有质量和能量时，这个度规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他的回答正是广义相对论的核心，也就是爱因斯坦场方程。这个方程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已经讲过了。简单来说，方程的左边描述的是时空的几何，也就是时空是如何弯曲的，而方程的右边描述的是物质和能量，也就是什么东西让时空弯曲。它对应了广义相对论那句名言，也就是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你看这个方程中，rμ是离奇张量，gμ是度规张量，tμ是能量动量张量，这里面都是张量，所以张量无比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视频中一开始要介绍张量的原因，因为张量是广义相对论最重要的核心工具之一。而我们要介绍的重点就是这个 gμ。gμ 在球坐标下写成通用的4×4的二次形矩阵是这个样子的。对角线上的4个分量分别描述时间方向和3个空间方向的伸缩，非对角线分量则描述的是不同方向之间的剪切和扭曲情况。爱因斯坦场方程虽然优雅，但是它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偏微分方程，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求出精确解。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我们只描述一个天体外部的真空区域，也就是这个天体周围没有任何质量和能量时，我们就可以得到 tμ 等于0，然后推出 rμ 等于0，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得到一个精确的解析解。这个解是在1915年由卡尔斯瓦西推导的，所以人们也称之为史瓦西度规。我们把系数提取出来，写成度规张量的形式就长这样子，其中 Rs 就是史瓦西半径。具体的解释你可以看我上期黑洞模拟的视频。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它是一个常数，它和质量大小有关。我们把史瓦西度规和敏氏平直时空的度规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两个矩阵只有2个分量不同，分别是时间分量 gtt 和径向分量 grr。这意味着大质量天体的时空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时间方向和径向空间方向上，与角度无关。我们可以把这2个分量的具体函数画出来。先看 grr， 当我们距离天体无限远时， grr 趋近于1，也就对应了平坦的时空。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靠近 Rs， 也就是史瓦西半径的时候， grr 会呈现双曲线式增长，并趋向于无穷，也就是说空间被拉伸得越来越厉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大质量天体或者黑洞附近径向尺子被拉长了。如果你从远处看觉得那里只有1米的距离，但是实际上黑洞旁边那段空间里塞进了远超1米的真实距离，而靠得越近拉伸的就越厉害，也就是塞进了更多真实的距离。当 r 无限接近于 rs 时， grr 趋向于无穷，空间就塞进了无限多的真实物理距离。就像你试图走进一扇门，门看起来很近，但是你每走一步，地板就拉伸得更长。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你永远无法触碰到真正的那个门，也就是 Rs 的表面。如果你很幸运走进了黑洞内部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你的半径方向的度规分量 grr 变成了负数，这会使得 r 方向变成类时方向，行为表现得像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在黑洞内部空间会翻转成时间的原因。在世界内向性方向不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走或不走的空间方向，而是一个像明天一样你永远无法逃避的时间流逝。你注定会走向那个中心，就像你注定会走向明天一样。再看 gtt 这个函数，当天体无限远时gtt 趋近于-1，也就对应我们的平直时空。但随着我们靠近天体， gtt 逐渐减小，趋向于0，时间就被压缩了，流逝得越来越慢。这就是著名的引力时间膨胀，越靠近黑洞，时间流逝得越慢。如果黑洞附近的人只经历了1秒的时间，那么在远处的观察者却经历了远超1秒的时间。同样的，如果你很幸运也掉进了黑洞内部，你会发现时间分量度规 gtt 变成了正数，这意味着时间方向变成了类空方向，也就是原本代表时间流逝的维度表现得像空间维度一样。时间维度失去了它强制性的单向性，你可以活在今天，也可以活在明天，甚至可以活在昨天。不过这种自由是虚幻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径向空间 r 已经变成了新的时间。由于 r 现在承载了时间的单向性，且它唯一指向的方向就是起点，所以你任何试图在原时间上的移动
都无法改变你正在向起点坠入的事实。总之，在史瓦西半径内，杜龟产生了夺舍。在世界外 ，T 是主宰时间流逝的王， R 则是自由穿梭的路。但是在世界内，他们相互夺舍了对方的灵魂。R 变成了冷酷的时间，而 T 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路径。未来不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位置起点。起点不再是空间中的一个点，而是所有进入世界内的共同的时间终点。无论你如何加速，如何挣扎，你都朝着200这个时刻飞奔。就像在外部世界，无论你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明天凌晨8点的到来。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这张图了。经历了张亮、杜龟、史瓦西姐这一路，现在你手里已经有所有需要的工具了。是时候彻底搞清楚这张漏斗的图形到底讲的是什么了。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嵌入图。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弯曲的2维空间取出来，放进一个3维的平直空间里，让它自然的翘曲，从而用高度来去表现2维空间弯曲的程度。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啊，史瓦西杜龟是一个4维的杜龟，它包括时间和3维空间。我们没办法直接画出4维，所以我们必须先降维。怎么降？分2步走。首先是把4维切成2维。你可以把4维时空理解成是一整部电影胶卷，每一帧是一个3维空间的快照，所有帧叠加起来就构成了4维。而我们在看电影时按下暂停键，只看其中一帧，也就是把时间维度固定下来，令 dt 等于0，那么4维时空呢就变成了3维空间。然后呢，我再对这个3维空间切一刀，怎么切呢？就沿着天体赤道面横切一刀，也就是令这个西塔等于2/π，3维空间就变成了2维的曲面。经过这一步，史瓦西杜龟就简化成了一个2维平面的杜龟。但是我们得到这个2维空间呢，是一个弯曲的2维平面，而弯曲本身是无法在平面上展示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呢，就是把它嵌入到一个3维欧几里得空间中，让它在 z 方向凹陷下去，用高度来表示它的弯曲程度。在这个3维空间里，距离公式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把两组 ds 方进行等质，然后消除共同的项，解出斜率，对它进行积分，就会得到一个随 r 变换的曲线，然后让这条曲线绕 z 轴一圈，就会得到那个漏斗形的形状。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弗拉姆抛物面。那么这个漏斗形状的弗拉姆抛物面代表了什么呢？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结论吗？在黑洞附近，空间的径向方向被拉长了，同样的空间间隔包含了更多的真实距离。如果空间是平直的，那么赤道面呢就是一张平整的纸。但现在径向空间被拉伸了，这张纸为了容纳更多的真实距离，就必须向下弯曲凹陷，以展示空间的拉伸程度。越靠近天体，拉伸越严重，漏斗也就越陡。如果是黑洞的话，这个拉伸就会无限陡。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弗拉姆抛物面只是时空的一张瞬间抓拍，它不包含时间流逝，它只是空间几何弯曲的可视化，是4维时空经过2次降维后留下的2维截面。顺便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图会有上下2张呢？简单来说，在史瓦西时空完整的数学结构中存在2个外部区域，上方那张是我们所在的宇宙，下方那张对应着另外一片独立的时空区域，两者在咽喉部相连，这个连接处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罗森桥。最后在制作动画时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严格按照物理公式，天体质量越大 Rs 越大，那么漏斗的井口呢就越向外扩张。这样一来呢，你会发现不同质量的天体对应漏斗的位置虽然不同，但是很难在统一画面上对比它们的弯曲程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对公式做一个视觉映射，引入一个视觉系数 m， 这样无论质量如何变化，漏斗的井口都始终贴在天体的赤道处，并且我们增加质量时，天体的大小不会发生变化，而漏斗却可以显示得更陡，可以直观地呈现出质量带来的空间弯曲，同时保留了根号 r 的增长特性，维持了史瓦西杜龟本质的几何状态。最后呢，有2点极其重要，几乎所有人看过这张图都会搞错，所以这里一定要说清楚。第一，这不是引力势能图。首先，引力势能图的纵轴代表的是能量的高低，直觉会让人觉得东西会滑进去，也感觉像势能一样。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而这个弗拉姆抛物面的高度是我们人为引入的第3维，目的只是让3维平直空间
展现出二维的弯曲，本身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它不是能量，不是引力，也不是运动方向。两张图外表虽然相似，但是所代表的物理意义却完全是两回事。第二，它是一张静止的空间截图，正如我们刚刚讲的，它是天体外部四维时空弯曲在某一瞬间的赤道截面被嵌入到了三维平直空间后的样子，它不包含时间，也不包含任何运动。孟床模型是在试图解释弗朗剖面所代表的空间弯曲的概念，它是我们大脑理解高维抽象物理的极好的拐杖，但我们要清楚，它仅仅是个比喻。视频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成为极少数真正理解这张图的人之一了呢？好，我是本导，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关注我，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